在小区开了家3元面馆，只为让附近的老人吃得舒心。不料这天老顾客带着一群人冲进店里，竟指责我假慈善。父亲，你竟然这么黑心，专来坑骗我们这些老人家的钱！我被顾奶奶骂得一头雾水，跟在后面的王姨王凤娇则是拿出手机给我看。要不是我儿子看到了这个，我们就一直都被你蒙蔽了。人家的慈善面馆才1元一份，你竟然敢卖我们3元，一碗就赚我们2元，一天1000碗就赚2000元，一个月就是6万，这一年净赚我们72万。周围的其他人也纷纷响应。我仔细看了看他手机上的内容，是几年前的一个报道。C 城的一家慈善面馆，每份只要1元，不过他们的优惠只限于60岁以上的老人，每天限量200份，而且是素臊子面。而我们家3块钱一碗的面，是一份大肉臊子，素菜任选，面条任续。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2家的差别。至于3元的定价，我也好声好气地解释。王姨、顾奶奶，这都是多久之前的新闻了？要知道，我们家的肉菜都是每天最新鲜的，而且现在肉价每斤都贵了10多块，价格不是这样比的。你说的那也差不太多，就算你2块钱一碗好了，算下来你还是赚了不少我们的钱。我们要求的也不多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店必须每天给我们免费供应，直到你从我们这儿赚的黑心钱全部抵消掉，然后降到1元一碗的价格。要不然你的店就别想开下去了。我妈在一旁看着情况不对，赶忙上前打圆场，却不想直接被顾奶奶推了一个踉跄，撞到了桌角上。我吓坏了，撞到了桌角上。我吓坏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撞了一下腰，没什么大碍。我完全没了耐心，直接让店里的员工打电话报警。我看你们都是老人，不和你们计较，但你们却动手推我妈，这太过分了。既然你们不是来吃饭的，那就请出去吧。顾奶奶蛮横地跑到摆放臊子和面条的地方，一边嚷嚷一边打包。这样几句话就想打发掉我们？没门！我花了钱的，我就要吃回来。其他人也一哄而上的开始抢，我和妈妈都被挤到一边，员工也被众人挤了出来，根本拦不住他们哄抢的动作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来了，乱哄哄的店里总算恢复了安静。我跟警察把情况说了一遍，警察教育了他们一通。人家店做生意明码标价，没有强迫过你们任何人消费，怎么就骗钱了？老人家，你们就别再无理取闹了。因为闹事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，只能勒令他们归还在店里拿的东西，没办法要其他赔偿。顾奶奶很不服气，这本来就是我花钱买的东西。说完就往打包盒往里面吐了一口唾沫，提着盒子走了。其他人也纷纷效仿，在食物上留下他们的口水，顺便把剩下的臊子和面条撒得到处都是。在警察的注视下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虽然警察建议我可以向法院诉讼，向他们要求经济赔偿，但我只觉得心沉到了谷底。我父母早年在外打拼，受过一家2元慈善面馆的接济，父亲去世前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家里经济富裕后，我和妈妈就回老家开了这家店，即便辛苦一点，收支勉强平衡也值了。没想到闹成现在这样。第二天，我给员工放了一个大假，打算休息一段时间。却见顾奶奶又带着一群人冲进店里，她捂着肚子，脸色发白，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来指着我骂：父亲，没想到你不光赚黑心钱，还这么狠毒！我昨天来找你来算账，你竟然就给我下毒！说完就径直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。我赶忙后撤3步远，生怕碰上他一点。顾奶奶坐在地上哀嚎，同时掏出报告单冲我扬了扬：我就是吃了你家面食物中毒了，昨晚一直在医院挂水，现在身体才好了些。你这是想要跑路了吗？我告诉你没门，你必须给我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知道他这是要讹上我了。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我对自己店里的食物质量有信心，而且我每天的食物都有流量，根本不怕检查。我冲我妈悄悄比划了一下，她就立刻出门打电话给相关部门，还把店里食物的流量去送检。我则反问顾奶奶：什么叫赚黑心钱？你来店里抢面条是中午的事，晚上才不舒服去的医院，这么长一段时间，谁知道你又吃了什么东西？而且我看其他人都没事，怎么就你有问题？而且我家店开了1年了，品质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卫生问题。顾奶奶立即起身把报告单甩我脸上：嘿，就是你，除了你家的面，我就没吃什么了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别想着抵赖，快点赔钱！说完就冲王凤娇使眼色，王凤娇立马开始捂着肚子哀嚎。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的肚子也不太舒服。人群里的其他老人也都开始附和。我拿着报告单又往后退了一步。你们的肚子不舒服倒是来的真是时候。那是我们体质比较好，反应比较慢，才没有顾奶奶那样严重。王凤娇的儿子张天这时从人群中挤出来：父亲，大家都是老邻居了，想不到你这么黑心，先前来赚黑心钱就算了，如今卫生还不过关，良心真的被狗吃了。看在都是熟人的份上，其他人不用你赔偿，只给顾奶奶赔偿损失费就行，然后立刻把店里价格降低到1元，以后加强店里食物的品质，我们也就不追究了。跟来的人立即点头附和。我环视一圈众人，都是店里的老顾客，如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看来你们全都是认为我赚了黑心钱，连带着这次没有证据的事也认定是我家店的问题了。老顾客听见这话，
都把脸贴向另一边，不敢与我对视，算是默认了这个说法。原本我有些犹豫要不要闭店，现在我已经想好了。我瞥了一眼张天，真是好笑。现在不是你们追不追究我责任的时候，是我要追究你们恶意诽谤、蓄意敲诈。我已经报告给卫生部门了，拿了流样食物送检了。在我说完话时，卫生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刚好来到店里，他们还带来了食品送检结果显示食物品质没问题。各位，你们闹肚子显然不是我店里食物的问题，而且我可以带顾奶奶重新去医院检查。听了我这话，顾奶奶却表情躲闪。这时，我妈也把社区医院的医生请来了。老人家，昨晚就和你说清楚了，是你吃了太冷的食物引起的腹泻，可不能这样冤枉人。说到底，冷掉的面也是他们家面的问题啊！我不管，反正这个医药费父亲一定得付。医生只能无奈摇头。被医生戳破真相后，顾奶奶干脆继续坐下来，双手捶地撒泼打滚。快来看，黑心老板欺负老人了！黑心老板欺负老人了！看着顾奶奶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样子，我刚想要说些什么，妈妈就上来一把拽住我，冲我摇了摇头，然后她拿起一旁的报告单看了看，劝解躺在地上的顾奶奶。老人家，这地上凉，您还是先起来说话吧。我看您这检查钱是930块，我给您凑个整儿，给您1000，您就别闹了。顾奶奶一把将我妈拿出来的现金夺了过去，瞟了我一眼，还是老的会做人。说完冷哼一声离开了。其他围观人群也都讪讪的离开了，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。经过这2天的闹剧，我担心按照他们的调性，往后只怕麻烦不会少，于是跟我妈商量了闭店的想法。事情决定后，我当即给员工结算工资，又和妈妈外出旅游，去外面散心。1个月后，我重新回到店里准备转让事宜，却看见店门口围满喧闹的人群，看见我顿时安静下来。顾奶奶挤开人群，一个箭步上来对我就是斥责：为什么这1个月都没有开店了？是赚够了钱想要跑路了吗？为什么这1个月都没有开店了？是赚够了钱想要跑路了吗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我这1个月多花了多少饭钱？开不开店是我的事，跑路更是无稽之谈。倒是您怎么不怕吃了我家面条再去医院了？说着话，我躲开了些距离，生怕碰着他讹上我。不是说我赚黑心钱吗？现在又说多花饭钱了，而且你多花饭钱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顾奶奶却挡住我的去路，开始耍无赖。怎么和你没关系？你要是开店的话，我怎么会多花饭钱呢？我不管，你必须把这个月的饭钱补回给我，另外重新开店，恢复正常供应。周围其他人也在一旁附和着，要求重新开店。我不由得嗤笑出声。顾奶奶，你要是精神状态不好，就让你家孩子给你联系医院吧，不要到处讹人。还有各位顾客，我也想直接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3元面馆正式关门，不会再开了。人群顿时哗然。就在这时，张天站了出来。各位，大家听我说，3元面馆他父亲不干了，我张天干。各位，大家听我说，3元面馆他父亲不干了，我张天干。而且我在这里跟大家承诺，我张天家的面馆新店开业只要1元1碗，绝不欺客，不赚老人家的钱。不过开业1周后会升价至2元1碗，但是我保证绝对量大优惠，还会增加新的菜品。看来张天是真的觉得按照我之前的标准，每份面条都能挣到不少钱呢，不然以他唯利是图的性格，怎么会抢着开面馆？想来最初王凤交代顾奶奶来闹事，他就有这个意思了。你最好是能说到做到，那样我都替大家伙谢谢你。真的1元1碗，你小子真是好心肠啊！不像有些人假慈善，自己做不到就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。赚黑心钱的人迟早是要遭报应的。其他人听见张天的话，也都围着上前去夸奖他。我在一旁冷眼看着张天乐不可支的模样。张天说的这些保证完全就没有动过脑，他家可没有自己的铺子，算上租金、人工、水电、食材成本，1块钱肯定不够。他一个占便宜没够的性子，再加上他家也没富裕到可以一直亏钱补贴，我倒是很好奇他最后会做成什么样。至于我家的这个店，我打算直接租出去。这天刚准备跟租客签合同，张天和王凤娇却上门来了。父亲，正好你家店要出租，不如就租给我吧。租金的话，咱都是熟人，每个月给你500，别说我占你便宜。听着张天这不要脸的说辞，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周围的店铺位置最次的每月租金都3000块钱左右，你每个月给我500，被你说的好像还是我占你便宜了。我们家是做好事，给老人家谋福利呢，让你贡献些怎么了？哦，怎么做好事连几千块的房租都舍不得出吗？找你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其他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呢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不租给我们，你还不一定能租出去呢。我还在疑惑他后半句什么意思呢，就见张天直接上前将租客赶走。快走快走，铺子已经租出去了。租客看情形不对，也被吓跑了。张天得意地看着我，父亲，你好好考虑，我们还会再来的。张天说了那话之后，果然在接下来几天里，不断带着小区里其他老人来店里围堵，企图逼迫我低价转租店铺。每当有租客来看铺子，他们就直接言语恐吓，其他人谁敢租，就让谁的铺子开不下去。张天以为我会妥协，但我偏不，我就是不出租了，也绝不会便宜了他们。恰在此时，妈妈的朋友张院长来拜访。在聊天中，他了解到我和妈妈仍然还想开3元面馆，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于是极力推荐我们到他的社区去开店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在自己社区里面负责里面的2家养老院，养老院只提供日常的住宿，饮食还是要自己安排。里面住的基本都是一些孤寡老人，老人家自己每天都是买些菜对付一口，外面的那些快餐
他们还是舍不得买。我有些心动，但想起最近发生的事，心里还是有些顾虑。张院长看出我的迟疑，向我保证：父亲，你放心，你在这边遇到的情况，在我那边绝不会发生。有故意闹事的人，别说我们社区不会放过他，就是得意的老人家也不会放过他，他们是懂得感恩的。那行，不过我还是想先去那边周围看看。好，我开车带你过去看看。我们驾车到了社区，那两家养老院距离很近，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。养老院里的设备不新却很整洁，老人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，看着我们进来都扬起和善的笑容。老人们听张院长说了我之前的遭遇后，纷纷唾骂那些人没良心。在知道我打算在附近开店后，不少老人家还在为我担忧。好孩子，3块钱的话，你不会纯亏钱吗？我在一旁宽慰他们：你们放心，不会亏钱的。决心一下，我的行动很迅速，我直接买下了养老院旁边的店铺，又把老小区的店铺卖掉，从此不打算再回老小区了。店铺的新买家是个1.9米的壮汉，我刚和他签好合同结清款项，张天和王凤娇就再次上门来了。店铺的新买家是个1.9米的壮汉，我刚和他签好合同结清款项，张天和王凤娇就再次上门来了。父亲，你考虑好没有？准备什么时候把店铺租给我啊？不好意思，这家店现在是别人的了，我可说了不算。张天刚想耍横，就看见了店铺新主人的体格，瞬间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只能对我放狠话：咱们走着瞧。我的新店很快就装修开业了，菜品和价格与以前一样，不过现在每天限量600份，而且以实际需要人群优先为原则。开业当天生意很红火，面馆也得到众人的一阵好评，听得我心里暖暖。而我也从张院长口中得知，在顾奶奶的催促下，张天最终还是花高价租了我以前的那家店铺，准备筹备开业了。1周后，张天推出了1元面馆，开业当天全场直播，还请了当红主播一起连麦宣传。1元面馆开业当天每份面条1元钱，不限量。有了网红主播的推荐，吸引了一大波人流。面馆陈设和我之前的一模一样，臊子面条也都大差不差。店里人头攒动，张天一边在煮面条，一边面向镜头：我做这家面馆的初衷就是为了回报社会，不打算挣钱，主要就是为了需要的老人家，让他们吃好喝好。直播间粉丝纷纷送上大拇指，直呼活菩萨好心人。顾奶奶突然出现在镜头前，手里还端着一碗吃了一半的面条。张天是个好孩子，不会坑我们老人家的钱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家店之前的老板那就是个黑心货，1年到头在我们手上骗了好几10万嘛。直播间立刻沸腾起来，还有人想要扒出前店主信息。我没想到顾奶奶对我的意见这么大，我已经搬走了还要被这样恶意抹黑。张天也出来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：我和他不一样，我做不了他那样的事。果然，直播结束后不久，网上流出了我和3元面馆的详细信息。不过网友们的评论分2波，重点就是我定价3元，到底是不是和顾奶奶他们所说的那样赚了黑心钱？张天原本是想利用舆论影响我，却没想到在现实里，我的面馆没什么事，反而是他自己先爆雷了。张天的面馆开业之后，他每天都在直播间报每天的销售数量，只是面条卖出的越多，他的脸色就越难看。直播的最后那几天，张天的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。王凤娇也对去店里消费的顾客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没什么好脸色。到了第8天，张天更是直接把直播给关停了。我根据张天在直播间的报数算出，他开业7天总计卖出了15000碗。对比我自己以前所用的成本，每份净亏2元，这还没算上他现在店铺的租金和人工。仅仅1周时间，他保底亏掉了3万块钱。不出意料的，在停止直播后，面馆贴出了新通知：面条涨价至每碗3元，面条每日限量50份，需搭配饮料购买。其他菜品都是正常价格，和其他店里的快餐价相差无几。通知贴出来之后，反应最激烈的还得是顾奶奶。听张院长讲，顾奶奶带着一群人冲进张天的店里，怒斥他不讲信用没有良心，伙同其他人想要像当初抢我家店那样，把张天的店也砸了。只是张天可没有我那好脾气了。你们可要想好了，只要你们敢砸，那附近就再也没有我这样便宜的饭馆了。而且3元真不贵，每天50份也不少了。我们店里别的菜品也很优惠，比其他店里便宜5毛呢。这些话竟然真把他们劝下来了。我原以为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几天后，顾奶奶浩浩荡荡带着好几十号老人家奔着我的新面馆来了。他们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时间，店里只有零星几位客人，众人涌入店内，空间一下子变得十分拥挤。他往四周扫视一圈，直接命令我：父亲，我们来照顾你的生意了，还不清场招待我们？老小区到这边可要不近的路程，他们这样一群人过来肯定没好事。凡事讲先来后到，吃面需要排队。我们店里现在每天限量，面都已经卖完了。顾奶奶厚着脸皮，装着听不懂我的话。那里不都还有面吗？而且我们这么多人，你直接开火再煮不就行了？那是客人预定的面条，而且我也不敢做你们生意，我害怕再被人说是在坑骗老人钱，是个黑心商家。顾奶奶想再说些什么，却被同行的其他人拉住了。一伙人窃窃私语在讨论着什么。随后顾奶奶就软了神色上前想要挽住我的手，我侧身躲过，她收回手讪笑。其实我们这次来是想要喊你再回来咱们小区开店的，我们讨论过了，你之前定价3元不算贵，之前你赚我们的那些钱我们不计较了。其实说来都是因为王凤娇他们母子太不是东西，当初要不是他们说你坑骗我们，我们也不会被蒙蔽。顾奶奶嘴巴不停地开始控诉张天面馆的糟心事，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张天那个黑心肠的，刚开始的时候虽然面条限量，但是分量和臊子搭配还算正常，可是慢慢的面里的肉菜没有了，
只有一丁点素菜，分量也变成小碗。3元面条还需要搭配饮料才能买，我们哪能喝得惯那些什么饮料啊？一天下来，真的能吃3元面条的人也没几个人啊，只能吃其他高价菜。这段时间大家的伙食费真是不知道涨了多少啊！我算是听懂了，他们是对比之前感到严重失衡，这才又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我没打算给他们留念想。够了，我开店那1年，3元面馆的品质如何，对待你们如何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可你们呢？你们现在还是打心底里认为我就是在赚黑心钱。回去那边开面馆的事你们也不要想了。还有我现在新面馆的面条也供应不足，以后你们也不要来了。谁料话音刚落，这群老人家直接在店里席地坐下，而顾奶奶更是直接就躺在地上。店里的几位客人看见这一幕都不由得停下筷子。顾奶奶竟然还拿出了小毯子，直接盖在身上。你必须回去重新开店，你不回去，我们就在这不走了。其他人也齐喊不走了，不走了！你们这样我可要喊人了。你能喊谁？我们又没干什么。再说了，我们都70多岁了，警察也不管了。我走到顾奶奶跟前，伸手想要把她拉起来，顾奶奶立刻哀嚎：哎呦，疼疼疼！打人了，打人了！你弄伤我，你可得养我一辈子。我只能松开抓着顾奶奶的手，刚准备打电话喊人过来帮忙，就看见张院长带着养老院的老人家赶了过来。进来面馆后，张院长就指挥着按照2人一组，把坐在地上躺在地上的老无赖们一个一个都抬到大门外。不一会人就被清了一大半。顾奶奶在地上扭动着，想要挣脱开张院长他们4人的束缚。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松开我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张院长擒住顾奶奶右胳膊。哟，现在想要报警了？那我也告诉你，别以为仗着年纪大，警察奈何不了你们，我们也奈何不了你们。说着，4人一路抬着就把他给抬到了外面。一时间，好几10个老无赖就在大门口哀嚎。张院长带着养老院的老人们直接挡在了店门口。年纪这么大，脸皮真不要了。之前白眼狼不识好心人，现在知道自己错了，没有道歉，还想要继续道德绑架。父亲不会为难你们，我们可不会再让他受你们的气。你们敢再来闹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我们可有的是力气、时间和手段。我看着张院长他们维护我的行为，只觉得心里暖暖。原来开这个3元面馆没白干，自己的付出真的会得到回报。顾奶奶一众人顿时息了声，看着面前围堵着的人墙，只好站起身灰溜溜的离开了。张院长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这3天面馆的面条全都免费供应。张院长他们连连摇头，不能让你做亏本生意，这不过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而且我说过的，有人闹事，我们养老院的人不会放过他的。我只好嘱咐后厨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肉臊子记得再加大分量。等到在听到顾奶奶的消息时，竟然是她食物中毒导致终身瘫痪了。而且老小区的大部分老人也都食物中毒住院了，只不过顾奶奶的症状最严重。食物中毒的原因就是张天面馆里的食材变质了。听张院长说，顾奶奶他们在我这里吃瘪之后，又把注意打到张天身上。他们找到了之前连麦的网红主播，曝光了张天虚假宣传，戳穿他伪善的面孔，网上顿时骂声一片，甚至有极端粉丝开河张天。张天迫于无奈，只能按照最开始预定的售价和分量售卖。只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几天，张天便在食材上面做手脚。做臊子用的肉类都是找私人渠道买的好几10年的冻肉，食材品质安全根本没有保证，最后果然出事了。张天关了面馆躲起来了，王凤娇也是有家不敢回。小区里的老人家属都准备找张天和王凤娇索赔，警察目前也在到处寻找张天，只是都没有消息。这天店铺打烊，我刚准备回家，便听见手机里监控的消息通知。我打开手机监控，画面里有个人影在面馆后厨鬼鬼祟祟，正在拿着小盒子往油桶里倒什么东西。监控很清晰，那人正是在四处躲藏的张天。我赶忙报警，然后通知还没回到家的面馆员工们。我们赶回面馆后，拿着防爆叉直接把想要逃跑的张天给插住了，随后将他捆在地上等警察来。他身上掉下来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烈性泻药。为什么这么干？这对你没有好处，而我和你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。他笑得有些癫狂。为什么？当然是让你体会我现在的感受啊！都是因为你，不然我也不会想要开这个面馆。就是你弄了个3元面馆，还每天都笑呵呵的，让我以为这是个赚钱的生意。谁知道你就是个傻子，这其实根本就不赚钱，每天都在亏损，亏你还能笑得出来。我想要赚钱，他们不让我涨价，我用点便宜的肉怎么了？谁让他们的身体不好呢？我有什么错？我被张天的这番言论震惊的一时说不出话。我整天笑是因为自己能够完成爸爸的遗愿，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，他自己误会了，还赖我头上了。我一直都在说我的3元面馆不赚钱，可你们就是不信啊！还有你也不要拿我当借口，你的今天是你自己的贪念造成的，和我无关。张天还想要狡辩些什么？警察已经到了。最后张天因为生产食物变质，对人身体造成严重危害，以及投放泻药未遂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王凤娇也因为躲避受害者家属不知所踪。我和妈妈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些事情了，只是继续努力经营着我们的3元面馆。